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？这个单词意思是两个极端。对于世界上数百万躁郁症患者来说，生活被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，愉快期和抑郁期。躁郁症有多种类型，我们来看其中两种。第一种包含极端的情绪高潮伴随情绪低谷，第二种包含更温和的情绪高潮穿插在长期的抑郁期中。情感起伏很大的人会觉得找到健康生活的平衡点是不可能的。第一种类型中的精神愉快期被称为躁狂发作，患者可能感到狂躁易怒，或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但这种精神愉快超过一般的喜悦感，会引发其他症状，比如思绪翻腾、失眠、言语急促、做出冲动行为以及危险行为。若未接受治疗，异常的精神愉快期会更频繁地出现，程度加重，同时需要花更久的时间平息。躁郁症的精神沮丧期有以下表现形式：情绪低落、兴趣减弱、食欲不振、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或者极端内疚、睡太多或者太少、精力充沛或者行动缓慢，或者常有自杀的想法。全世界大约 1% 至 3% 的成年人表现出躁郁症的不同症状，其中大多数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，他们的生活、选择以及人际关系并不受躁郁症限制。即便如此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躁郁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躁郁症会影响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上的表现、人际关系、财务稳定以及个人安全。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躁郁症？研究人员认为，复杂的大脑回路是主因。健康的大脑中神经元之间强有力地连接在一起，多亏了大脑不断修剪清除无用的或错误的神经连接。这一过程之所以很重要，是因为神经通路的作用就像是地图一样指引我们。通过机能性磁共振成像，科学家发现大脑的修剪清理过程在躁郁症患者身上受到了干扰，这意味着神经元连接失控，形成了一个无法正确导航的网络。在混乱的信号指导下，躁郁症患者产生异常的想法和行为。同时，精神病症状，比如言语混乱、行为失控、妄想、偏执以及幻觉，会在躁郁症的极端阶段出现。这是由于存在过多的神经递质多巴胺致的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不能把躁郁症的成因归结成一个。实际上，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比方说，大脑的杏仁核与思考、长期记忆和情绪处理有关。在大脑的这块区域，遗传因素和社会创伤等因素可能形成异常并引发躁郁症。这种情况往往在家族中发生，我们知道这与遗传基因有很大关系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躁郁症的基因存在。实际上，躁郁症的形成是许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我们仍然在试图找到答案。由于躁郁症成因复杂，要诊断出躁郁症并与之共处是很有挑战的。尽管如此，躁郁症是能够被控制的。一些药物，比如锂盐，能够控制危险的想法和行为，以平稳情绪。这些稳定情绪的药物通过减少大脑中异常活动，来加强有效的神经连接。其他常用的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，通过改变多巴胺的作用，以及采用电休克疗法来人为控制大脑的癫痫。这种疗法有时也被称为紧急治疗。一些躁郁症患者拒绝治疗，因为他们担心治疗会让他们情绪低落并扼杀创造力。但是现代精神治疗法正努力避免这种情况。如今，医生会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制定出混合的治疗方法，让病人的生命发挥充分的潜力。除了治疗以外，躁郁症患者可以从很简单的改变中受益，这包括定期运动，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，以及适当的
节制毒品以及酒精饮料，当然还包括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接纳和认同。请注意，躁郁症是一种身体状况，这不是患者个人的错，也不是他整个人身份的问题。这是一个能被控制的症状，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在脑内发挥功效，加上外部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接纳和理解，同时患者自身努力去寻找生活的平衡。TED-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。通过向我们的 Patreon 捐款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，